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玉。最近有两件事儿，把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是狠狠地撕开了一道口子。一边是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达到了18.9%，100万人挤爆国企招聘会，硕士、博士去送外卖，还有人花钱去假装上班公司，只是为掩饰自己没有工作的焦虑。更夸张的是，老鼠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年轻人中疯传，整天都窝在家里，不出门不见人，只剩下一部手机陪伴。再加上9月开始的强制社保，年轻人直言这不是保障，这是催命符啊。另外一边呢，号称清水衙门的中宣部也爆出了一个大贪官，前副部长张建春20年间收受贿赂超过5500万，刚刚被判刑了14年。这个掌管意识形态的部门看似清白，实则是藏着比谁都深的隐形油库。一头是年轻人绝望的未来，一头是权力顶层的黑金游戏。这两件事摆在一起，让人不得不问，这个体制还能撑多久呢？今天我们首先要聊的话题，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同身受，就是中国大陆的就业困境。最新数据出来了，中国青年失业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还在继续恶化。官方公布8月份的数据显示，全国16到24岁不包含在校生的劳动力失业率达到了18.9%，比7月份又上升了1.1个百分点，创下了近1年来的新高。对比来看，7月份是17.8%，8月份是18.9%，而25到29岁的失业率是7.2%，比7月份升了0.3个百分点。至于30到59岁的群体，失业率则维持在3.9%。看得出来，压力是主要集中在年轻人身上。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每年的7到9月都是大学毕业生进入市场的高峰期。青年失业率往往在这个时候冲到全年最高，去年8月的数字是18.8%，今年则来到了18.9%。而今年中国大学生毕业的规模预计要达到1222万人，比去年还多了43万。这么多的人涌进市场，就业压力可想而知。这个事儿光看官方数字可不行，还得搞清楚游戏规则。因为在统计口径里，你要想被承认失业，那可不是一个简单躺平就算的，得过3关才行。哪3关呢？第一关就是你得是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的朋友，对不起，你要么就叫回乡务农，要么就被默认是自给自足，反正跟失业2个字是8竿子打不着。第二关，你得有过正式工作，还得是被公司开除，乖乖的去领失业金的那种。如果你是自己炒老板的鱿鱼，那不好意思，统计里你就是自由身，不算失业。听起来很体面，其实就是没饭吃，还要自带尊严。第3关就是领失业金的时间还有限制，最多只能领2年，2年一过，政府就会自动把你移出名单，仿佛你就突然自我就业成功了。至于你是真的找到了工作，还是继续家里蹲，统计数据那就一概不管了。也就是说，必须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官方才会认可你是失业人口。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那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之后都更放松、更滋润。如果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就好了。
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之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妆也不花，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换句话说，这失业统计的门槛比进大厂还高。至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群体，数字里看不到，现实里却是满大街。如果你想更直观地感受失业带来的冲击，我们就看看最近几个刚刷屏的案例。9月初，中国国家核能公司放出了一则招聘公告，短短几天就吸引了100万年轻人报名，最终岗位只有几千个。有人调侃说，这不叫招聘，这叫抽奖。这一幕把年轻人对体制内铁饭碗的渴望和现实的残酷落差赤裸裸地摆在了大家面前。据 BBC 报道，有物理学硕士去当高中工友，有哲学硕士靠送外卖为生，还有博士去应征辅警。这些故事在社交媒体上广传，网友一句话刺痛人心呐：你努力读了10几年书，最后和外卖小哥一样为时间打工，差别只是你有学位。更诡异的是，一些年轻人甚至花钱加入所谓的假装上班公司，每天早出晚归，坐在办公室，只是为了让家人觉得我有工作了。说白了，就是一场心理安慰，掩盖焦虑，躲避社会压力。这比躺平更隐蔽，更心酸。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这种四不青年越来越多，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想，而是因为现实把希望一个个掐灭了。当代年轻人干脆就选择放弃，给制度投下沉默的不信任票。有位网友说，他在上海本科、硕士都是名校，毕业后在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做了13年，自认在行业内口碑还不错，但大环境不行了，去年他也被迫下岗。这一年，他仿佛过了半辈子，从心态、期待、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都被彻底改写。失业以后呢，他前半年是完全闲着，投了上千封的简历，全都石沉大海，焦虑过，抑郁过。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3份工作，但结果都不理想，就像从一个深坑跳进另外一个浅坑。还有一次，他坐滴滴和司机闲聊，司机年纪不小了，在老家创业失败，老婆孩子跑了，只能到上海开滴滴。司机打趣地说，他不用付房租。这人一愣，问，为什么你就不用付房租？司机笑着说，我就睡在车里啊。听着这句话，他真的是很心酸，忍不住又问，那洗漱怎么办？司机依然笑笑说，唉，现在充电的地方都有。一番话道尽了多少无奈。另外一位网友更是直白，他说呀，如今失业潮一旦席卷，很多人根本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债务压得人抬不起头，掏空6个钱包才凑齐首付，背上30年的房贷，这已经是常态了。一旦失业，房贷不能停，断供久了，银行会起诉，甚至法拍房子。而更惨的是，房价下跌，法拍款还不够还房款，最后房子没了，债务还在，人就彻底崩掉。除了房贷，还有消费贷、信用卡、花呗、白条，这些在失业后全成了催命符，逾期就会上征信，影响找工作、租房、孩子上学。很多人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最后是越陷越深，被债务牢牢套住。而至于教育、医疗、养老这些隐形负债呀，更是让人不敢细想。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鼠人这个词儿在中国年轻人中又流行起来了。什么叫老鼠人？那就是几乎整天都窝在房间里，生活作息完全颠倒，凌晨2点才睡，早上10点才醒，醒来之后躺着滑手机滑到中午，吃完午饭再睡一觉，起来继续玩手机，吃完饭打游戏，熬夜再睡觉，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武汉有一位28岁化名赵雨晴的女孩，对联合早报说，她过上这样的日子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因为生活看不到希望，与其出去闲逛，还不如待在家里。她是否出门，取决于有没有垃圾要倒，没有的话就直接叫外卖，一整天不踏出门一步。说到这里啊，还得补充一点，躺平啊，顶多就是年轻人跟生活闹个小脾气，工作虽然累，收入虽然低，好歹还有个班能上，月底还能看到一点点工资打进卡里，这就像和社会说一句，行吧，我先苟且着。可是老鼠人就不一样了，这不是小脾气，这是彻底的掀桌子了。你能感觉到那股更深的、更彻底的绝望。反正努力看不到希望了，干脆窝在房间里，把世界当成背景音。每天的日程表简直固定到可以印出来。睡觉，醒来，滑手机，外卖，再睡。这不是生活，这更像是把人直接的切换到地下室模式。讲到这儿，再说一个让年轻人直接冒冷汗的现实。从9月1号开始，大全面的推动社保强征。所谓的五险一金，表面上看着挺高大上，好像是社保，可实际上啊，更像是变相的人头税。你得乖乖的掏钱，不掏可不行。它采取即收即付制，意思很简单，在职的人养退休的人。以前还好，可现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这笔账根本收不敌之。基金提前耗尽只是时间问题，简单理解就是你交的钱，明天可能就不够给今天的退休老人用。为了保证收的充足，政府甚至动用了法院、税务机关，还把社保和户籍、征信、教育绑在了一起，全方位压榨，让人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最刺眼的还是制度的不公平，数千万体制内的人，每月退休金可以拿8000到2万。而辛苦一辈子的农民工，最后退休金只有几百块，差距是高达几十倍。这不，年轻人都抱怨说，我们交的钱不过是养特权阶层，自己能不能等到退休领到钱呢？那还得打个问号，简直就是你养人家享福，自己还得祈祷能活到用得到的那一天。这么看来，强制社保征收可不只是个经济政策，简直就是给政权埋下了一个政治的火药桶。表面上看，好像钱收稳了，民心也稳了，可实际上呢，你这一刀下去，年轻人的抗风险能力直接被掏空。更惨的是，不满情绪积累到顶点，当你把所有人都逼到墙角，生活安全感没了，对政权的信任也会跟着摔得粉碎。不外乎外界之喊，习近平喊着大国雄起，可现实是靠这些手段对内收割催生出来的，这正是体制随时都可能走向崩溃的催命符。下面我们换个话题，聊聊中国官场的反腐秋风。这次秋风扫落叶，竟然又扫出了一条大鱼。没错，就是前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昨天官媒是轻描淡写地丢出了一个新闻，张建春因为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被河北廊坊法院判处囚禁14年，罚金400万人民币。哎呦，这位老兄从2004年到2024年，整整20年，非法收了5506万元，难道是开了个私人收费站？每辆过路的车都得交点过路费吗？中共贪官多得像蚂蚁搬家，级别高的像高楼大厦，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可这回，连向来被称为是清水衙门的中宣部也冒出一个大贪官，真是让人眼镜碎一地。啥？清水里藏着这么一条大鲨鱼？官媒报道短的像微博，语焉不详的像谜语。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好奇？中宣部掌管着党国意识形态，天天就是喊口号、管媒体，怎么就变成贪腐温床了呢？仔细扒了一下判词，部分秘密其实就藏在张建春的履历里。他的大部分官场生涯不是在中宣部泡清水，而是在中组部捞油水。从2004年起，他在中组部干部一局干了个遍儿，
从正处级调研员、副处长、处长、副巡视员、副局长，还跑去北京市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后来升到了中组部干部一局，担任局长、部务委员兼局长、副部长。直到2020年，他才调到中宣部副部长，干到2024年12月被中纪委请去核查。公开简历也证实，他在中组部泡了大部分时间。可以说呀，他的老家是在中组部，兼职是在中宣部。熟悉中共权力游戏的朋友都知道，中组部和中宣部是兄弟部，可是哥哥中组部手握实权，管着全国党政干部的考察和升迁，简直是官场电梯的总控室。上了中组部推荐的名单，前程那就是亮堂堂，像中了头等彩票。而弟弟中宣部呢，主管意识形态，号称中国最大的宣传机器，天天忙着洗脑和控评，大家眼里是清水衙门，没啥油水可捞。可实际情况呢，中宣部根本不是清水，透过宣传垄断还有资源分配，贪腐空间那是大得惊人。广告投放、媒体合作、出版审批、App 审批，还有流量分配，这些隐形的资源换成真金白银，那可都不手软。这哪里是清水，分明是隐形的油库。咱们再说回中组部，张建春初期就是在干部任免处，这可是要害部门，掌握着千千万万官员的升迁通道。这位前副部长这20年的贪腐史，大部分都是在中组部开票，怪不得数额特别巨大，这得卖了多少官位门票啊！习近平上台后以反贪为己任，喊的是震天响，可实际呢，反贪越反越贪，简直就像打地鼠，打完一只又冒出一窝。军队、地方、中央的贪官是前仆后继，像赶着去开会似的。到底怎么回事？是反腐锤子砸了太多的钉子，把整个房子砸歪了，还是权力太集中，监督只是摆设，贪官总能找到空子钻？清水衙门不清水，油水衙门更油腻，中宣部的隐形油库都被挖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你们说说看，还有哪个部门敢说自己干净呢？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